好，大家好，那个声音出来了哈，干忘了开声音，来，好，大家好，那个我们这礼拜又经过了风风雨雨的一周啊，然后嘞，下礼拜会不会比较好？下个月会比较好一点呢？当然不会哈，我们继续享受一下这个混乱的世界所带来的一些特别的精彩之处，好吗？哦，刚不好意思啊，刚才声音没有出来，现在出来了哈。而在这个一开始啊，我们先跟各位布达一些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的一个补财库的法会啊，将会在下礼拜直播的时候我们会公开啊。为什么要等下礼拜呢？其实因为我网页还没做好了，时间跟神明请示到了啊。这次请示出来的日期啊，大概在5月几号我忘记了，反正就是5月20号以后吧，忘了几号了。好，那所有东西啊，我们就会开始做准备。那这个第一件事情啊，我们下礼拜或礼拜三或是礼拜天的直播啊，我们就会开始公布。哦，请放心哦，会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报名，应该足够了，反正10天以上应该就够了嘛，对不对？应该都是够的。第二件事情啊，那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哈。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哈，老师啊，在开频道之后啊，我们有很多的业务，老师都把它终止掉了啊，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代关元成功这件事情啊。老师当时在决定要开始上 YouTube 之后啊，我就终止这项服务跟业务了啊。当然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去仰仗这方面的事情。经过了这六年多吧，2018年开始，现在是2025年，6、7年的时间，6年半快六应该足6年的时间了。那其实很多人问说，老师什么时候要开这个业务？那几经思考，老师有跟神明去请示啊，这个业务老师可以重开，那可以帮大家代关元成功。代关元成功这个业务啊，什么时候会正式开启呢？要到6月哦，阳历六月以后，老师才会跟各位正式的接案。为什么等6月呢？因为5月我要办法会，办法会我需要很多的准备，还有你的那个法力要那个足够 hold 住。对不对？所以说我没办法是说一边准备法会，然后一边代官元成功，因为它是需要我们这个简单一点就是 NP 吧，你的法力是必须要去运用到的，不然哪有那么厉害的，然后什么都不用花，然后就给下去，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没有吼。那代官成功会有相关的条件啊，不是说你老师开始付钱，对不对？刷卡付钱都是付给现金，我就帮你做。没有，我们元成功是有规矩的哈。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跟老师能够面对面啊，无论你在也在国外，我们必须要视讯面对面，还有提出你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元成功啊，它不同于一般的命理，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呢？我们是需要面对面的，那老师要从你的眼睛里面，还有从你的这些面相里面啊，还有你整个身体的状况来确定我要不要接你的案子。哦，不是说，我还需要去改就去改啊，没有这个，我们做这个科仪啊，做这样子的一些法术类的事情啊，我们要慎之再慎，仔细再仔细啊，不会是随便去做的哦，是必须要去好好的去看的，好吧？所以说呢，有些事情啊，我们就6月，好吧？等老师办完这个招财补库的法会啊，把那个法力要用在给大家去补财库啊，把钱财注到你的财库里面啊，之后我们再做其他业务，好吗？好，那这次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那第一个就是凯道的事情哈。凯道昨天那个反独裁的一个游行集会啊，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但是你说它多盛大呢？其实我觉得有人说这5万到25万之间呐、人真的是非常多啊。因为景福门那个地方那个十字路口啊，真的是非常多人。但是呢，有没有多到当时倒扁那么多人呢？我觉得是没有了。倒扁那个真的是百万倒扁了，那个人真的是多。那其他之后呢，大概就是韩国瑜那时候选那个总统的时候，然后那一票那个韩流的人也比这次多。所以你说这次到底有多少？其实我抱持保留态度啊，因为毕竟啊，他有台中上来的人呐、对不对？还有台中、高雄上来的人，你说他全部都台北人的话，那就真的是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包含了台中哦，或是你在台南、高雄的乡亲啊一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人数啊，我们说平心而论啊，平心而论啊，你真的是不算多。真心是不算多，当然你也有可能有人考虑到下雨啊，或者是真的是你并不是一个连续假期，还有将来的名气之类的事情啊，不一定是可用。所以说啊，现在这个状况啊，其实没有说大家想的是说啊，这个东西啊，我们这势在必得，我们一定可以怎么样，可以去重塑当时倒扁的一个气势啊，是没有哦，是没有。所以说啊，这个姐夫不用太去说看太多这个问题。但是有个事情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昨天啊，你在看那些所谓的这些游行集会的时候，他们有直播，还有很多的节目。基本上你在我试过好几个账号，跟不同的朋友，跟一些粉丝同学啊。我们有去问过，每一个人手机上看到的这个消息其实不是很多，你知道吗？就是
就是你手机上看不到这些太多些直播的推流之类的，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你的媒体之间呢，到底是不是你要看到的，还是别人让你看到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像老师吧，打开来看了，基本上都不是很能够看到那个凯道游行的一些直播的推流都是寥寥几个啦，就是你要一直刷到后面才看得到。但实际上你真的是说有没有像之前你要做各种活动包含之前的更上一层的一个游行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推流，但是这个你就基本上是看不到。我是看不到了，我的一些粉丝朋友也看不到朋友也看不到。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但是我知道今天来看到是比较多的推流所以说有些事情是蛮有特色的这个是在大数据的时代里面我们不用太去想是说别人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大声是不是代表主流？不是现在在媒体的这个时代里面大声不代表你主流不沉默也不代表你没力量到最后是怎么样，你真的是很难去理解这些的结果。像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媒体，比如说抖音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百万网红随时颠覆都有可能，对不对？这瞬间就颠覆掉了。支持你的这些人好像都是你的兄弟朋友，对铁粉，但是你真的是人设崩塌了，真的是歪掉了，是不是那这个很多东西就歪掉了，对不对？那很多事情立刻树倒猢狲散。所以说这个在媒体世界里面各位不用因为媒体跟一些活动感到焦虑这一切其实如梦幻泡影，如入异世界，应作如是观是真的是这样。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反独裁护民主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看到人虽然是多，但是他能不能够是说让我们的现在的政府觉得说倾听民意会改变呢？按照基数来讲，其实它应该是不大会去变的，变没有意义。这样的人数那他们也不会对他们目前想要进行的大罢免这个活动产生一些收敛这个是比较不会的，因为人数说真的25万还太少。说真的还是太少，就是跟你25万其实不可能有25万就那个基数我看我个人估计你大概10万顶破了啦。你说25万，我觉得夸张了我真的觉得25万真的是夸张了。你10万到13万之间，我觉得是差不多，你要多的是没办法。但是你说之前的那个青鸟的状态那个青鸟的状态，我觉得你不要说他那边有没有5万了啦，他那边有没有2万，我都觉得有点悬了。这平心而论，我们要把那个记拿出来，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平心而论，因为你看到那个体福门那个4个角，对不对？但青鸟是1个角，但是呢，这次的国民党跟民众党变国民两党的他们是4个角都满。那你4个角都满，那如果1个2万的话，你4个角你是不是差不多8万而已？对，这个推出来的东西很容易去推出来。那你说大家做密一点，然后呢那个士气强一点所有边边角角全部加在一起那大概10万是差不多了。你要说25万我真的觉得这个吹的是可以了，你可以这么吹了，但办不到了。就像我们这种经历过那个倒扁那个活动的，我告诉你，这个的太少了，这个没什么了用了。但是有人朋友说那个中天看得到，那当然中天嘛，你要进中天频道当然看得到，但你不特别去找，你还真的看不到。所以说我们在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会不会对我们现在政治生态有所改变其实并不会真的是并不会。它能不能突破一些那个朝野之间的僵局也没有。所以要是我是民进党要是我了我是民进党的话，那我一定是要卯足全力的，赶快的去救亡图存，然后赶快的去加大力度去做其他的事情，无论是你要去做用一些司法武器或者用其他东西。要是我了，我个人我这种卑鄙不是我卑鄙无耻，我卑鄙无耻不是民进党卑鄙无耻了。讲清楚我说我个人我陈某人卑鄙无耻的话那我一定是加大司法的力度那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是尊贵的是按理而行的，是依照民主制度的是一个伟大的政党，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只有我陈某人这种卑鄙无耻下流的人才会想是说你要用司法的武器或是用各种状况来去让对方进行不下去。我告诉你这个选战就跟打仗是一样的，兵者诡道也。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不玩政治的，正大光明的人就在政治上是稳死的一条，不可能有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要用最阴险狡诈的方法去看这个政治你不会玩政治，你就不要去想说为什么不去堂堂正正的用那个民主民有民爱的那种很博爱的方法去看那不可能的一个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我们当然有人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后面会怎么发展呢？其实老师比较可以说的事情是这个我们接下来看的东西就是不到1个月，520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伟大的总统，党的领导人，民族的救星他要进行了他的就职这个满1年就职演说。在这个就职演说里面就可以决定了未来的1年我们是不是能够享有和平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因为他这一次如果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做的这一次反独裁这个活动它是盛大是比较强的。
那么他必须要在520上把他的场子给夺回来哦，因为这个名气可用嘛，你不能让你支持者觉得说你软下去了，对不对？那个可恶的国民党啊，对不对？还有那个民众党这个背骨仔，所以说呢，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厉害。说520的话，那就是我们一个很关键的地方。520讲不好，我们下半年很难过；520讲得好，然后让我们未来1年就比较没烦恼。因为为什么？因为后面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就只有美国的关税的问题。美国关税会不会克到100%？我觉得暂时是不会了哦，因为100%的话，对特朗普来讲，他一点优点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晶片是只有他们的公司在生产，就台积电，台积电基本上是外资的公司。那么你的台积电的生产，那么你没事把无可取代的东西去涨价，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相信他是商人啊，你采购东西让你自己的采购成本变高，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3奈米的东西是其他地方买不到的。那既然买不到的话，那你把它涨价是个毛用，对不对？那你只能说赶快让他逼迫他，让他赶快在美国去生产，用一些政治的手段，比如说你增加个50%到75%啊，50%已经很过分了，50%意思意思的。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逼迫台积电赶快把厂迁到美国去。但是逼迫台积电这次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你就只有台积电可以生产了，是不是3奈米或者1.5奈米，他妈就有台积电可以生产，你就它可以生产，你把它逼它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不是说它有替代品？没有啊，是不是？也就你美国可以买，你要中国去买这个3奈米嘛，不然不卖你啊，是不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理论上啊，我觉得特朗普他应该没有痴呆到他会去把台积电变成100%，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应该不大现实的状况会产生。所以回到台湾来讲啊，现在有人很多人去分析啊，我们的伟大的总统、党的领导人、民族的救星啊，他的执政危机会加剧。比如是说呢，现在我们总统的支持率啊，似乎啊在公正的去看啊，好像是45.9%哦，那不支持的率在45.7%。但这个状况来讲，其实很多人说这样这么低的支持率怎么办呢？那也没怎么办，因为他当选就是这样的基数，他的基数其实是不会游移的。我告诉各位，这个政治啊。政治它就是一个主义，主义就是一种信仰。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我们就听过这句话了。主义是一种信仰，那你信仰既然是信仰，你就不会乱改，你知道吗？会改信仰的不多啊。比如说有些人小时候是拜佛的，然后长大开始拜那个道教，然后接下来就拜耶稣基督。哦，那你会改的人不多，有，但是真的是不多，有限。那有没有从拜基督的回到拜神？也是有，不多。对不对？你改变信仰的状况是不高的，除非是说你本身就不是很坚定，很坚定的人，那你比较不会改啊。很坚定有没有改的也是有，我也是有见过，比如说我亲戚朋友里面就有很坚定的人，他还是改了信仰，对不对？但这种真的不多啊，就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所以一般来讲都是怎么样，都是说你一旦相信一件事情了，你就不会改，因为改了等于是否定你过去的自己。人最厉害就是不要脸到极点，就是人都不会否定自己的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人大部分都不知错也不会改。改了等于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人生道路也是一样，你明知道不行，但是你要去做，为什么？这是我自己的坚持，我自己的原则，我自己的底线，对不对？像老师也有犯这个错，是不是？你太坚持你自己底线的时候，有时候你只是一个限制哦，限制到这件事情，你没办法让自己跳脱出这个窠臼。所以心魔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心魔是最重要的，心魔是什么？你自己给自己的限制就是心魔。哦，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你自己给自己限制心魔。虽然老师刚才讲了元成功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心魔，我觉得大家不要迷信。但是实际上，真的需要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也会找其他人去做啊。那如果我被别人骗了上当了怎么办？对，那就变成我自己的坚持，然后不是帮到人，反而是害到人。就我也会有这样的心魔，不是我是老师，然后呢我就不会有这个心魔，我是会有心魔，我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对不对？我不一定是对的，我是会有错的。那人也是一样，好，这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到政治上面，人就不能够乱改。你一改的话，你等于否定你过去的自己，否定你的家人，否定你的朋友。那你自己的同温层就发现我必须要改变同温层了。但是同温层里面有的是你的老婆，有的是你的丈夫，有的是你父母，是不是？有些父母生绿的，有些的子女生蓝的。那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去呢？你就只能赞同对方，而且我就不改，我不表态可以吧？因为政治是别人的事情，家庭是我的事情，是不是？我老师有见过很多夫妻到最后会离婚的，就是因为你支持不同党。我说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意思，你支持不同党，然后干你们家庭什么事情呢？一点用意都没有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对不对？你就只是因为我跟你支持不一样的，然后呢，我就得跟你离婚，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无论他们喊了多大什么绿色独裁、绿色恐怖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这个历史自有一把尺，但是呢，它没办法撼动是说整个台湾的政治板块，然后那个真的是会比较难的一个事情。那现在很多人说，现在的一个物价涨了，会不会对政府的向心力也会降低呢？你本来就不支持他的，或本来就不是很支持他的，你当然就会不支持他，对不对？那但是你原本就有这个信仰的，就算物价涨太高，那都是中共惹的祸，那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怪别人就可以了。
我们就怪别人就可以了，都是今天谁害的啊，对不对？那就很简单，我们只要怪别人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其实跟我们人生是一样，我们怪别人都可以解决。我人生不好一定是我妈害的，对不对？因为我妈小时候揍我，我爸小时候看不起我，是不是？这个都可以成立。儿时的伤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辈子任何人都一样，一辈子都在跟自己的过去去做竞争，对不对？所以说，老师过去跟各位讲过，我们长大之后最想拿到薪水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你小时候想吃的吃不到的东西，你就会去买，对不对？你就会想去买，这是给自己的补偿。一辈子都跟自己童年去对话，但是你知道了，但是你越不越得过去这样子的心理的牢笼呢？你越过去你就成功了，对不对？越过去就知道原来那些都是幻影，如梦幻泡影，如路易斯电影做如是观。对，然后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可以说啊，我不要一直治疗我自己的过去，说我没有，我就是想要，没有想要，那是因为你之前得不到。我小孩子一天到晚都给你吃那么多糖果饼干，你长大也不喜欢吃了。但是你长大想吃一些小零食，你小时候就少吃点小零食，长大就没那么爱吃了，因为我有其他追求的东西，这个部分的满足我已经有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这个人怪别人会好，那当然也是一样。所以说，再说现在的物价在涨啊，其实基本上它那个基本盘不会跑啊，要跑很难啊，要跑不多，真的是还蛮难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问题就在哪里呢？问题就在第一个在美国的态度，第二个是在对岸的态度。因为对岸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环境啊，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他什么都不做，我们就自己垮了，好吧？这个其实担心武统这件事情啊，我觉得。除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操作，或者是一些名嘴的话题需要啊，但其实一般来讲，武统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事情。因为武统你再怎么样啊，我们都不够中共打几天的，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你真打起来，你跟我们解放军打几天的？我告诉你，你打得过我3天5天，我都觉得我们国军英雄真的是很伟大了，对不对？你没有在当下立刻投降的话，那我就觉得我们就很厉害了。立刻投降都还是觉得可以称赞，因为你还是记得可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中国有句古话，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所以说你能够投降，我也觉得很好。你一直坚持下去战，我也觉得你很棒。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够对岸打的，因为美国他都不敢跟中国打了，我们小台湾凭什么跟对岸打？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民心，也没有这个士气跟对岸去打。所以武统起来很简单，7天之内必然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我们就很简单了。未来的事情就是看怎么样让他们来安顿我们嘛，对不对？很简单，对方一定要来安顿我们，给我们示好，给我们资源，让我们活下去，不要乱嘛。好不容易收回来，然后你让他乱，那不是有问题吗？说武统是最简单的事情。我跟各位讲，武统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武统是一个福报了。我跟你讲，因为事情结束了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那些可能会来跟可能不会来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用提心吊胆，我们根本不用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一来，所有担心就烟消云散了，就跟什么考试前我会考到什么学校，我不用担心，考完了就考完了，考完了你就去吃饭就可以了，考完你根本就不用去想说我到底考怎么样，想都是多的，因为你他妈考完了，考完就怎么样，考完去吃烧烤就对了。对不对？去吃个烤肉，吃个烧烤。叫我女儿如果考完会考，我就带她去吃烧烤。考完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是不是？打完了就没事了。打完你去要求什么经济问题什么的事情吗？那叫他妈交给共产党去处理，关我屁事啊！我不用去想了，多方便的事情啊。所以武统现在变成一个福报，变成很简单的事情。你要说啊，消失言论自由啦啦啦啦啦，我告诉你呀、，Tell me why, baby, tell me why, look in my eyes， 是不是？没有这么需要担心的事情，有些事情给别人去担心就可以了。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生活就最重要。但是问题就是他不打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目前为止的整个经济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大。因为第一个选举要内耗，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我们就很明白，所有的一些县市长未来它的版图变化不多哦。你说现在台湾只剩下好像只有台南、高雄哦，它是民进党的，对不对？好，其他好云林是不是我忘记了？台南高雄一定是民进党，说你整个这样讲，80%以上都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互相持有的县市，是不是？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下一次选举会不会改？比如下一次选举是2027年，对不对？2027年叫县市长选举，那县市长选举的事情，你基本上按照现在的模式，他要增加更多的县市长的机会不高啊，有啦，可能会有这个机会，可能一两个县市吧，但是其他东西要多不大可能。最多就是你国民党跟民主党内讧，就知道大家要取得更多不同的县市首长，因为县市首长你有一些资源嘛，又包含直辖市也是一样。那你不会有什么变化啊，对不对？那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就知道是说你后面还有很多要内耗的空间。那台湾经济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呢？台湾其实基本上我们半导体产业在我们台湾的 GDP 18%，GDP 18%，各位这不是很低的数目哦。我们将近20%是在半导体产业里面哦，这20%的 GDP， 各位你要知道在股市含水量是多少啊？知道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半导体产业占 GDP 18%，那么放在股市里面，它占的股市份额会更高，因为什么？因为不是每间公司都有进到股市里面，对不对？但是你的 GDP 占18%，在股市中你可能变成28到32之间哦。
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哦。所以说我们高度依赖的是出口的业务。那么出口的业务，比如说有人增加，像美国增加了关税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台湾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一般的那美国课征关税啊，一般来讲都是美国的进口商去负责的。但是台湾这么软，对不对？那我们的客户一定叫我们去负担这个关税。那国家不一样，你知道吗？国家不一样，你能谈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美国跟中国谈，中国就说你要买就不买，不买就不买，反正你的是你的进口商就来去缴这个关税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完税的人不是中国人，我告诉你。全美国有人做过调查，全美国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啊，48%，一半的人都还在认为是说这个中美关税战是必须要进行下去的哦。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哦，认为中美关税战一定要进行下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关税是中国人去缴的。到现在此时此刻都还是这样，因为美国的这些普遍的百姓还蛮反智的，就是他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就以为缴多税，反正不是我缴就一定是别人缴，没有都是你们缴的，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可能就翻过来，台湾可能就变成是说，哎，你就必须要帮我缴这个税，或是你必须要降价100%哦，不能讲100%，你就打个对折啊，那这样子你的税才补上去是 OK 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没办法拿捏别人，别人可以拿捏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个半导体的晶片，你能够卖给谁的是有限的，你只能卖给苹果嘛，苹果或是其他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设备啊，那再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啊，那基本上你都是一些高科技设备厂商所需要这个3奈米跟1.5奈米的晶片，但是呢，你今天提高那么高了，那别人叫你讲，你不讲，你不能够转卖给别人，为什么？因为有科技限制嘛，科技制裁，所以中国也不能买，其他地方也不能买。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吃亏的是不是台湾自己？那还是台湾自己。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蛮糟糕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说，各位要去注意哦，这个对我们台湾基本上你后面的整个的经济环境会非常非常的恶劣。而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台湾它两岸贸易在台湾出口42%啊，42%。虽然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降低很多了。但是基本上，中国还是我们主要的出口的国家之一啊，不是全部，而是之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加入 RCEP， 这个是明摆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个中共主导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主导。所以说，也包含的是什么呢？也包含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国民是节节下降的，国民人数是下降的，所以是说我们可以预期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内需是下降的。因为我们生不如死嘛，我们的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还要来得低，所以说我们的不动产一定是没有人去接盘的。所以你跟我讲买房子当包租婆以后就可以把房子卖了，就买到更好的房子，然后富贵传承。我告诉你bullshit的，那不可能的事 ，impossible， 想都不要想，卖熊啊，我扣你个代机。好，就像大陆很多人就说一铺旺三代，就说我这个店铺啊，我可以传子传孙啊，反正有商号有商铺啊，大家都会来租嘛，对不对？现在你在路边你去到处找。办公楼一大堆空的要命，对不对？工厂、办公楼或是商场根本就是空的要命。为什么？因为消费形态转变了。你说中国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说啊，中国已经垮台了，对不对？商场没有人啊，然后连地铁里面旁边的商店都没有人啊，好，这不消费啊。我告诉你，你看什么时间去了？有些站太远，你真的去不了，真的啦。就像上海有些站，它真的是商铺也是会关张的啦。为什么没有人？没有人为什么？因为它那个不是主要上班地点。但上班地点，你看它有没有去？比如6号线，你到人民广场那边，你看它有没有商铺有没有人？是不是一样人很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不一样，我们体量不够多，因为每一个县市分的又很散，我们能够居住的地方也不多，2300万人，过没几年占2200万人。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内需去说，我们可以用我们自产自销还不够，然后呢，让我们的经济可以维持到一定的境界，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GDP 18%就是半导体产业，18%你拿什么东西去补这个洞啊？那补不了的事情，好不好？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不只是生不如死，不只是我们房子没人住，而且我们18%的 GDP 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而半导体产业必须外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电太贵，电太贵，你不能用光电去做半导体产业吧？你要我们的命啊，是不是？那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半导体产业你就是一定要你电要够低，所以说中国为什么现在一直不断的去做他们的光伏，不断的水力发电，还不断的去干核电厂，因为他们有半导体产业，他们有 AI 产业，要什么？要电。你要没有电，你就想都不要去想。台湾你靠光电、靠风电、靠那些海洋电、飞核家园，你告诉我你要发展 AI， 要发展半导体，你想都不要想。你真的是可以这么想，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能源，你再怎么跟那些民间去买，好像都可以，我们都不跳电，那是一回事，但是不代表你有足够电去发展，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台湾来看的话，如果美国半导体加税的话，那台湾从2026年的 GDP 啊，它就可能会跌破1%。
啊，这个是老师有去跟其他人去讨论过的啊，这个基本上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你18%的半导体，那如果你再加税的话，又是我们来承担的话，那么我们的 GDP 就可能没办法破1的状况是会有的啊，这个是会有的状况。但老师当然需要台湾好了，毕竟我的老婆小孩都在台湾，我干嘛台湾不好对我有帮助吗？也没帮助啊，对不对？也没帮助啊。你就说啊，你去中国发展啊，靠腰吗？中国打封建迷信，你他妈叫我怎么发展啊？是不是？对不对？他们里面的所有的协会都是自己人，我怎么发展啊？是不是不行的啊？所以说不是说我好像他们常去中国，我就在中国发财啊，没有好不好？那个你打封建迷信的，对不对？还把你抓起来都有可能的事情是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去注意，台湾现在整个经济啊，其实未来是看得很暗淡的，你没办法看好它，而且加上政治的内耗哦，你最快你得2028年赶着换代，如果没有武统的话，武统就没事了，没武统你就出事了。这是老师一直很跟各位去确定的事情。武统就没事，没武统一定会出事，因为我们没有后面的经济来去看，好不好？没有，我们后面没有经济去持续这个东西。那你就说武统后就有了，那这是他们去考虑的事情，关我屁事啊，对不对？两岸之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一些贸易壁垒，你壁垒没用啊，对不对？你不可能福建省卖给广东省你加税吧？也没办法啊。是不是武统之后就没事了？我说白了，就真的是没事。但是会不会畅旺起来？不会，只是说我们吃饭没问题，我们维持现在的制度没问题，但是多后面的事情大概就没有了。啊，你在台湾说特好发展，你真的是难了，因为台湾各位也知道，中央山脉你知道中间那么一大一块，我们就沿海几个都市可以去居住而已，所以这个发展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能的话，各位，如果你现在为了小孩去找出路，请不要找欧美，欧美未来20年一定是往下降的。你真的往出路的，也不要去往日本、韩国，等一下讲到它也是往下降的。你真的找出路，一定是东协。这老师之前讲过，你看东协现在发展一定是比较有空间的。但是你说它能够多好，那就要看未来的世界多久有和平。一和平，东协发展的非常的快速。所以说多学什么越南文啊、泰文啊、马来文啊、印尼文啊、阿拉伯文啊，现在绝对是有优势的。那英文的话，其实有学当然是好了啊，有学当然是好了。其实英文也是还是必要的，毕竟我们还有欧洲线嘛。这个一定要去记住一件事情，好吗？好，那我们现在直接下去，我们在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同样的话，我们看到日本。日本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日本现在老龄化的状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好，65岁以上的，在日本65岁以上的人啊，占了多少比例？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吗？在日本65岁以上的比例啊，居然高达29.1%。等于是说，你真的是3个人里面1个人是老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你知道90岁你还必须上班，为什么？因为养老金不够，通货膨胀，你养老金没有涨。然后呢，你加上你可能还有子孙要养，为什么？因为你90几岁了，你不去上班的话，你可能还有一个60、70岁的儿子要帮忙的去照顾，因为他可能生病了，你得照顾他。然后还有一个50几岁或40几岁的孙子也需要你帮忙，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个20、30岁的玄孙可能也生小孩了，所以你可能来个1、2岁的重孙，是不是？你还得必须去照顾。所以说在日本这个长寿就变成一种诅咒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是说我要怎么靠过去的资源来维持到未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样面对到一件事，就是生不如死，他们的出生率太低，死亡率太高，加上呢，他们进行了那种宽松世代，一个类似美国化的宽松世代快乐教育的状况之下，导致他们后面发展起来的一些日本的孩子啊，并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啊，没那么高的能力，也没那么高的创造力，加上呢，你已经快乐教育了。然后你把快乐教育宽松自在放上来之后，然后你再给他射出的压力，你宽松教育加上射出的压力，你不叫他去死吗？所以说日本的那个过劳死或者是在那个自我了断的状况就非常的多，就是你教育给他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当他面对他是这样，当然你根本就是开玩笑嘛，是不是？你明明告诉他可以快乐过一生，对不对？还有人可以暴走族，但是暴走族出来就发现我在社畜上面我跟别人说什么塞，对不起，我给你道歉一下，对，为什么？因为你是主管，连盖章都要敬礼，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加上日本也有面临到什么事情，面临它的产业的空心化，比如说他们的家电跟汽车这两个在日本过去的工业的主力，就日本家电跟日本汽车 ，Toyota 或者三菱等等之类的，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去取代了。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为什么他们工业化进度速度没有这么快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去相信是说，未来只要做好美国线，那只要以美国为主去发展，符合美国人所需要的，日本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一直购买他们的汽车，购买他们家电嘛，对不对？因为物廉价美，日本做得很好，的确很好。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当中国说有电车，特斯拉说有电车之后，不要说中国，就光特斯拉说电车是未来的时候，日本的丰田就说你在乱讲话，未来一定是油车的世界，油车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充电不容易啊，电池会爆炸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时代走到现在，是不是连宾士都用电车了？
对不对？宾士电车、BMW 电车，是不是各大汽车厂都用电车了？那你现在在说好，那我们也做电车，那怎么办？那个很困难，你就没办法去跟收到你这个工业的转型。因为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汽车工业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业体系，它不是丰田一家公司就可以盖出来的整个生产链，它还是有需要一些卫星工厂，只是它的卫星工厂有很多都是自己投资的，但它还是需要卫星工厂去制造，包含螺丝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一些部件都是需要的。你要改的时候，你得一开始真的第一时间你就得去投资就去改。如果没有，对不对？如果没有，就像我们台湾的国产汽车一样，是不是 L 牌国产汽车一样，什么都很好，就是发动机不行。你明知道你发动机不行，为什么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改成电车呢？我们那个 L 牌，如果它一开始就跟着特斯拉的脚步，赶快去我全心全意去投资到电车上面，我告诉你，它还有竞争力，它还有市场。没有，它也是后知后觉。因为什么？因为老一辈在卡那个地方，你没让新人去改变一下你现在的环境，所以说就变成是说啊，这个老一辈可能到现在可能还在40、50岁而已。就是已经叫老一辈了，40、50岁就变老一辈了。那你后面的所谓的你90后、00后，他们去改变这个事情，我们要做世代交替了，我们要去淘汰这些过去的思维，要往这电车发展，或者一些 AI 的电视设备发展。那上面就说不行，为什么？他很多理由告诉你不行，他会跟你讲经济宏观理论，跟你讲这个产业结构啊，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不懂，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做。我不懂事情让你做，那我怎么掌握你？我怎么控制你？对不对？这个人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像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样，好吧？我们这个行业也是这样子的。很多人我跟金老师聊天啊，就说啊，之前不是有那个预言，那个日本的那个预言说4月26号日本有发生8.2大地震嘛？那个时候我就也没跟各位去谈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很明白一件事情，真的有能力的日本的阴阳师大概现在所剩无几了，有没有？有。对，那像台湾还有或者在中国也是一样，很厉害的法师有没有？有，但是所剩无几，并不是很多，至少比我们上一个世代的可能是60后、70后，至少少了60%以上吧。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就不传给自己小孩，我就不传给外人，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吧，一代留一手嘛，我就交给我小孩，我小孩如果不学啊，或是我没有小孩，那这个事情我烂在手里，我也不给别人，凭什么我要给别人呢？这是我家传的事情，凭什么要给别人呢？所以说，你像日本人阴阳师也是一样，很多到后面都已经没有儿子、没有女儿了，哦，你就变成你不传给外人，也不传给徒弟，为什么？因为家学，你又不信某某氏的，对不对？你继承我香火嘛，也不会，是不是？所以到最后就断层了，很多都断层了。这厉害留下来，现在有到一半就算不错了，是不是？那工业也是一样，工业就是老工厂，工厂就是这样子。到10年前，我们台湾才开始进行了世代的转换，10年前哦。之前呢，还是在上一代60后的50后、60后的人在掌管这个台湾的工业，对，到现在你才有叫做80后的慢慢去接班，到这10年以来才有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整个世代交替状况之下，日本跟韩国他没办法去跟上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他们现在你要去跟中国去竞争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可以竞争呢？因为中国的内卷率程度太高了，高到是说呢，这个是下面的直接把你上面的给干掉，那你就必须得低头，因为年纪大了熬不住夜，你知道吗？那个996这个事情啊，你这可能是真的是90后、00后可以熬得住，你叫我这个70后、80后去扛着996，我告诉你，这半路死在座位上都有可能。对，那跟他妈过劳死啊！开我什么玩笑？真他妈过劳死！996你还不是只有早上9到晚上9点呢？你晚上可能11点、12点还在公司呢，开准备离开，然后隔天早上你9点还要到之前你要主管到之前你要准备好准备开会，是不是？你可能6、7点就得出发。哇操，他妈那个能比得过啊？说岗位就这么多，但是人有这么多，岗位就这么多，大家都在去挤的时候，它的世代交替速度就很快。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各位去讲，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第二社会性专长，因为你被取代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的事情，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电脑完全锁住，让你再也不用想说我自己到底多伟大，公司不能没有我是元老杀小的，没有办法，你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你根本就不用去想说我多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日本他们还有至少没那么快，在中国这么快，对不对？锁你电脑。离职 N+1 都给你，但是呢，你对不起哦，你今年35岁，你再找工作没了，送外卖吧。现在还有京东还帮你包5险1金呢，对不对？不然没了，就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所以日本跟韩国都遇到这件事情，就是出口的依赖跟内需疲软的之间的问题才会产生。而下一个必然是台湾，为什么没有香港？因为香港就被他收回去了，他有什么事情上面去扛，干他屁事啊，对不对？但是日本、韩国、台湾就必须我们自己去扛。尤其日本、韩国啊，当然没有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两岸之间的问题，但是他们一样会面对到什么？会面对到这个半导体产业被抢夺掉，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的内需不足。比如说我们讲的韩国好了，韩国的半导体在全球市场21.3%是非常高的哦，是非常高的哦。韩国的不要小看说它现在可能还没什么竞争力了，但是它还是有21.3%，三星还是有市场。但是各位还是有但是。
韩国的半导体市场里面96.3%的新增产能是在韩国以外的地方，包含美国啊，包含或者其他地方。这个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啊是韩商没有错，但是它的生产基地不一定在韩国啊。为什么？韩国的工资高啊，懂我意思了吗？面对到事情是差不多的，工资高啊，加上它美国有政治上的影响，它又必须到美国去生产。所以是说啊，这个美国如果一样去对美国以外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去做课征关税的状况之下，那么韩国一样也会出事啊，是不是一样的意思？那是一样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在遇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老一辈，就是说这个70后、80后的，都觉得是说，我们就要好好经营市场，我们有策略，我们有经验，我们就可以掌握一切。没有办法，因为世代交替来太快了，因为科技就让我们世代交替不得不加快。而科技为什么让世代交替加快呢？最主要的事情是教育的普及。像印度，你再给他30年，他也跑不到中国现在的一半。为什么？因为他教育不普及。你说识字率高跟你的知识水准高是完全不一样的。各懂老师意思吗？当你还在觉得喝水洗下去，你可以是做延年益寿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印度能够多发展多好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现在就简单来讲，你说喝水增加信仰啊，巴拉巴拉巴拉的，你就算在台湾，你叫别人喝那个浮水，我告诉你，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去喝啊？我小时候就喝过。对不对？我不觉得为什么喝浮水，反正就试看看嘛，对不对？真妈有个难喝的，我还真妈喝过，是不是？以前的什么各大庙宇都给你外面有香灰给你去自己带回家，对不对？那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没有了，为什么？你不喝了，都不干净了，对不对？但印度人还相信，我只要取了恒河水，我就天下无敌，是不是？那名字没有去提升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变好了？那不可能的嘛。对，中国的名字有没有提升？有，迭代很快，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比如说，人家结婚的时候，很多老太太喜欢走在新人的前面，对不对？要做强洗，对不对？这个东西也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所以名字要开，那你印度基本上你再给他30年也开不了。但中国迭代速度太快了，快到是说上一辈的不接受，下一辈一样把你踢掉，因为我要活下去，就这么简单，我要活下去。而这些新生代00后，难道后面没有一座山吗？也有，因为后面那座山觉得是说我至少我的路给我孩子去走。那你当然你没办法的话，你就被踢掉的事情。所以中日韩这3个地方，我们会有发现它有不同的一些状况的变化，但是唯一能够去理解就是，无论是日本，无论是韩国，无论是台湾，我们都面临到生不如死，以及这些第二个就是我们产业的空洞化。我们太以为我们手上有的东西可以吃一辈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撑到5年，都已经是未知数了。各位不要想说不可能，那绝对是可能的事情。我们现在所会的技能能不能支持5年代我们有自己的优势都很难说，包括老师自己也是一样。我现在自己每天还是在强迫自己去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被取代啊，是不是？我不想被取代啊。我跟金老师要活一辈子的话，我总是要有一些谋生的一些技巧嘛，对不对？然后你没有学会更多的东西，那你就会被取代。但是一定要去加油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未来的芯片呢，在全世界需求量要提高，但是垄断度会加高，垄断整个生产的中心点会在中国，这个不会有任何的疑问啊，也不会有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未来世界的科技中心必然是在中国，这是必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争议，必然。为什么不是美国？为什么不是欧洲呢？因为美国的电业不掌握在美国政府的手里。它的能源不在美国政府的手里，它的石油业，包含它的一些其他的能源产业，包含他们的电厂，都不在美国的掌握手里。那么，请问一下，你怎么去发展你的一个能源的计划？那是有困难的事情。你要让人家发展，别人说，那你给我补贴啊，你给我补贴，那我考虑发展，对不对？那个有困难的事情啊，是不是不行？但是你中国的它所有这些公共设施的一些决策点，那是在他们自己政府的手里，他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哪怕中间会有贪污，这是难免的事情。对，官商勾结哪里都有，他就是有得做出来，不做出来不行啊。所以说，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么水坝或任何一切，为什么你说盖就得盖？哦，你就一定把它做出来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是政府一下令，他就必须做到的事情，没做到你就掉官商，掉那个官帽、乌纱帽就掉下来了。掉乌纱帽还算小事，掉人头掉地上你就难，但这事情就大了，对不对？他们连国防部长魏凤和之类的都得让你掉脑袋，就让你掉脑袋，没有什么争议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就在于是说，你未来的科技一定集中在中国，但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包含亚洲的地区，那我们都会被取代。所以，自己的成长是比较重要的，好吗？好，就稀里哗啦讲了40分钟，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哦，感谢苏晴讲，感谢苏晴的赞助啊，谢谢。台湾内耗入外扩两相比较高效的一半，这的确是这样哈。抗议就去民主党 AIT 抗议啊，那个没有意义啦。说真的，那抗议都是好笑而已，那没有用啊，去少用就没事哈。
关税3个月，现在谈一下关税3个月，企业之后会找工作吗？不会找好工作的，各位工作都不会好找的，好吧？你在全世界各地工作都不会好找。你想要找工作这3个字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你为什么别人要用你？如果你用劳力换取你自己的一个收入的话，我告诉你，你未来只会越来越辛苦，你只能活在贫穷线上下的地方去游移。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你能够不被取代，就是你社会性技能，懂我意思吗？的社会性技能就是你不会被人家拿捏，就是我必须可以服务到直接的百姓身上。你要有这个技能，你再跟我讲说，我可以去上班，我也可以自己活下去。当我有这个 if 的选择的时候 ，if 跟 else 的选择的时候，有 selection 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生才有办法在自己手上掌控。你不要说我好不好找工作，你人生只有找工作这3个字的时候，你这人生不成功。我讲的话很重，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明白。当你只有想怎么找工作做，你人生不成功。因为你没有竞争力，你只能让别人去赏识你，给别人去低下的下跌效应，资本家的下跌效应来给你的生活，不然的话你活不下去，这个就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说，找工作3个字一出现在脑海的时候，你就糟糕了啊！赶快趁现在我们还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去让自己有社会性技能，哪怕你是修水电、装冷气或者不配瓦斯管等等，或者考个厨师等等之类的，你都应该要有。这样未来你真的是被社会所取代的时候，被他人所取代的时候，我还可以服务百姓。然后还可以服务百姓，那么那个时候就没事了。各位，你看一件事情，我们看中国现在的所谓的那个京东，它去外卖的事情，京东外卖给那些外卖骑手五险一金，所以造成了现在扰乱一池春水。现在包含了饿了么，还有那个美团都开始给他们的骑手去做保险啊，五险一金，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一些补贴措施。哦，这个都是代表是什么呢？因为这些骑手是一个弱势团体。那京东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就很简单意思，外卖不是京东的主业。但是是其他的主业，饿了么外卖是他的主业，对不对？那美团是不是外送是他的主业？不是，但是跑腿是他的主业。因为像老师在沈阳，好不好？我去沈阳、去上海、去各个地方都是一样的事情。我买东西我不会自己去买，我叫外卖送来，我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他妈就懒，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自己出去买？你他妈你大陆多大，你知道吗？你以为是楼下 7-11 买得到的东西啊？他们他妈有够大的，好不好？随便都几公里的事情，我没车啊，我又不当地人，我一定叫外卖。叫外卖来的时候，那他们这些人就什么样会当外卖呢？就下岗工人嘛，如果没竞争力，他们就去跑外卖，对不对？那这些人他们没有，只有被选择权，他们没有选择权。但是京东不一样，他主要是做电商的，做电商他要做外卖干嘛呢？顶多是做个配送，懂吗？他是只可以得到一些配送的基数，他以后可以做一些上门的服务，他最主要做配送基数。他把这些圈子扰乱之后，别人就不得不跟他的状态去走，跟他状态去走呢，他就变成规则的制定者了。他就可以讲到一个规则制定者，因为他依法办事嘛，规则制定者。那么你整个市场又有改观，但是你下面的骑手还是被控制的一群，所以我们不要弄到自己要去送外卖嘛，对不对？不是说外卖很低下，不是太辛苦很累啊。老师以前干过那个做那个跑单外卖的，跑单那个接货的司机啊，那累死了。你叫我现在去做，没办法。所以以前可以，10年前可以，10年后叫我去送，我没办法，我搬不动了，对不对？因为我没办法熬那么长的时间了。那个各位去了解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个无论关税有没有，你都不要想找工作变成你人生的重点，那个绝对是一个有问题的。让我学校就学这个，那你就学其他的，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好吗？大型式恐兵这个路收台，路其实不大需要收台，但台湾自己倒掉就可以了。它倒掉，我们台湾拖得越久，我们死得越惨。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形势是逆转的，没有川普的话，我们就担心什么时候武统；有川普，我们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完蛋了，自爆，原地自爆，嘣嘎爆炸。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别人收台了，好不好？收台就是一个福报，收台我们就没事了，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经济的问题，那给中共产党去想的，我们不用去想。但是你没有收台，我们是需要想这件事情，好吗？哦，同事买台积仔什么？是台积电的房子吗？哦，也不错了，买房子也没什么了，就买吧，好吧？哦，陆总是助长绿党，其实不重要。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他们的一些问题，那些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英文很重要，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都会说英文，会说英文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不是绝对的事情，但是是一个不错，有这个技能好，没这个技能也不会死的东西。但是你能够先会说阿拉伯文，那么会先说东协的语文，比用英文好更重要，这是绝对的事情。就像很简单一件事，一个外国人来跟你聊天，你英文很不错，但是呢，他可以用中文跟你聊天，你是不是感觉他很好？对不对？你至少你懂我嘛，因为我懂我跟你讲笑话讲的梗，就是有些梗你只有中文讲出来讲才听得懂，一样的意思。你要懂得对方在讲什么，你在学语文的时候就可以学到对方的文化，语文跟文化是分不开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看英国他们说他们要做的一些诗就不会像我们中国什么5元7元的，他们就像中国那什么英国那个古代那个12行诗。
或他们现在新诗，他们是主要是一个抒怀的这种状况去为主，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中文诗里面会有一些隐喻在里面。那新诗这个东西我通常不是很喜欢，我们不讲新诗的。但是过去的5元跟7元基本上它是可以有隐喻、借贷各种方法去看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可以知道文化在这个地方，因为中国人不讲实话，就用隐喻里面去做。对不对？那个欧美人士就都不太看现实，都讲了一些梦幻的比喻，对不对？这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好吗？日本抛售美战的事，我们之前在我们之前讲那个本人室那篇里面讲过了，是蛮有意思的，好吗？日本汽车还没有完全不取代啊，这个东西你倒装去双重否定，真是太难理解，我们先跳过。中国还没成为语言1/5的人口是华人，但是不代表讲中文，好吗？那2回事的事情，好吗？我跟你讲了，小时候我住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的华人中文跟台湾中文跟香港中文完全口音是不一样啊，对，跟还有新加坡也是不一样啊，这差很多，中文归中文，但是讲法差很多。马来西亚华人跟你讲那个中文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香港，你不会觉得他大陆人，你听到他就是马来西亚人，好，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好吗？日本现在新饭店很多，价格越来越贵，贵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他们的为什么各位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他的饭店越来越多，越来越贵呢？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物价太高了，懂了吗？好，他们的饭店越来越多，越来越贵，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你就只能做观光了。因为日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没有什么有活路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没有什么活路了，他妈的就只能做观光了，观光财，老祖宗留下来的观光财，对不对？但是你又不能够便宜，因为你便宜的话，你第一个你建设成本划不来。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物价贵了，进口东西都贵了。说日本的旅游一定是越来越贵，那没办法的事情。台湾人以前跑去日本旅游，现在日本便宜，对，比台湾旅游还便宜。但是越来越贵的状况之下，就后面就会跑到泰国、跑中国、跑各个地方都去旅游，但是就不一定跑去日本。那日本涨价是恶意涨价吗？也不是，它不涨也活不下去。你要知道，他们的光米这个事情涨了至少40%，米价涨了40%啊，对不对？它不贵行吗？他们要吃饭了，对不对？他米食文化的，懂吗？再过2年，大陆建军100年会有什么样的里程碑吗？他们现在就已经很进步了，包含他们6代机都已经很进步了，好吗？京东是做这些事情都是中共高层受益的，没有这么多所谓的泛政治的这个事情就想太多了。京东要做的事情肯定先以商业布局为优先，其次他才会想是说他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中共高层如果真的要做这些事情，他叫美团去做就可以了。为什么？美团如果不做，你老板就举发你有违法，把你关起来就好了，就这么简单。马云怎么没的？对，马云现在出来，他现在当他们的一个什么政协委员，对不对？他为什么现在敢讲话了？因为你乖了嘛，是不是？你不乖就把你拔掉嘛。说中共没有这么多的套路，你不乖就把你拔掉就可以了，对不对？下一个来听话就好了，懂了吗？但是有些政治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听话就把你拔了。说川普他就很喜欢中国这种方法，或者俄罗斯这种方法，因为他想把鲍尔拔掉，拔不掉，拔到最后他说我们要拔他，我绝对不会拔他。为什么？因为他妈他是犹太人，你拔他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他代表华尔街的，你拔他不等于跟犹太人作对吗？对不对？讲完没几天就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对？我没有拔他，他是我好朋友等等之类的，不是很好笑嘛？对不对？老师比较建议大家拥有哪些新技能呢？语言应该不需要，语言呢是其次语言是其次，但是有会的是最好的，有会最好的。英文、马来文、越南文、泰文这些东西都可以会这些都是学你愿意学的啦这说真的，这个。各位，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心理障碍，我干嘛学比我们不如的语言？然后这我告诉你都会有，不要说你没有种族歧视啦，人都会有种族歧视的，一定会的啦，对不对？你们干嘛学泰劳的语言？我干嘛学越南新娘的语言？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学会了，你才有生意做，好不好？新技能，你只要想社会新技能，你只要想到我可以服务百姓、服务众生的，哪怕美容美发这些事情都是不容易取代的事情，对不对？你说这个机器人会炒饭，那炒出来没你好吃啊？对不对？这个你很多的故事可以去讲是不是？机器人可以做咖啡，但是你不要说机器人做咖啡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咖啡你本来就有超商的咖啡可以喝，你为什么要去喝机器人泡的咖啡？没意义啊！有些事情你必须要人去做才有意义啊。会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在超市里面有星巴克的咖啡，还有它的咖啡豆，但是你不会买星巴克的咖啡豆回去喝，就认为自己喝到星巴克。你必须要去星巴克的店里面点一杯这个焦糖玛奇朵，它才叫星巴克。你在那个超市买的泡好的星巴克咖啡，它不是星巴克，它只是长了星巴克的牌子、星巴克的价格，但是喝起来是星巴克，但是你不等于你喝星巴克，懂了吗？很多事情你是必须人去做的事情，必须要你去服务众生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才是好的事情，好吗？这个是一个焦点一个焦点。大家好好，那我们继续下去这个怎么会讲太久了？糟糕。
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第二件事，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这个事情就变得是一个非常诡谲的状况。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特朗普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美债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知道它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无论如何解决的原因，不是因为特朗普多有智慧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而是美债这个东西牵扯到全世界的利益，没有人会希望美国的美债倒台。任何的有政治实力的人或者政治资源的人都会想尽办法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够让这一次的美债倒台。为什么？因为后面牵扯利益太多了。如果你真想让美债倒台全部重来的话，我告诉你，他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都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因为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美债倒台，我们吃瓜群众觉得幸灾乐祸那是没有错的，但是各位，这个美债是很多国家都有去买的，美债倒了，美元就不值钱。那世界各国又有这么多的外汇存底，你叫他们去怎么样去点燃拍哦？那是不是完蛋了？对不对？不可能，那就一定是要让美债跟美元维持到现在的状态，哪怕你是一个傀儡，你都得让它维持继续下去。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模式之下，你这个后面2个月6月你要去缴这个。你这个六债美元的美债，你的利息要去做，那么2件事情我们之前讲过，你国内要去吸收，第二个就是你转换债啊，要跟别人去谈。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于你的关税，说这1-2周你要去准备，时间到了，你要继续去制定新的关税，90天的关税期不会延后。那么这个事情你只能够下什么？你只能够下欧洲跟其他的一些小朋友们，你才能够下到它。你要再去下日本，再去下中国，这个事情是下不过的。所以刚才有朋友说，为什么日本敢抛美债？因为日本也不希望被美国去钳制，因为美国现在没有办法给他利益。你把那个免税的一些优惠把它去除掉之后，那你等于把日本就送到火坑里面去。你怎么跟他谈？那他都要吃定你，因为他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亚洲跪下来的一个标杆。所以说，史波茂他不是笨蛋，日本的政治人物也不是笨蛋，他派人去跟特朗普去谈，川普去谈，川普去接见这个特使。问题是，你真的要去谈这件事情，你真的要去跪下来，那首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史波茂自己得去跟特朗普1对1去谈。为什么要派一个使者？就是因为让你有回旋空间，就是说我不要同意你的决定啊，回来就说不行啊，就是说美日他的协议到后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谈完？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不能成为跪下来的样板，我跪下样板之后，以后我站不起来了，我没办法再站着把钱给挣了，我连跪着钱也挣不到。因为特朗普的意思是很简单，我就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是损己为我，损己的利我，那是最好的。但这个事情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说日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抛美债，给你点颜色瞧瞧。那你知道，我日本也不是炒期的，就是像是老师在本能寺之变这个主题里面跟各位去讲的一样的事情，他要背刺美国呢，只是他不得不做了决定，但是他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他现在要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你希望让更多人赶快有人去同意去他新的关税方案。那这个人一旦有个开头，后面人都会同意，而这个人又不能太弱，你不能叫一个什么尼日这个国家，然后来跟他讲说啊，他同意我们美国的关税了，以后大家每个人照尼日的状况去想，不行。我告诉各位，你要跟美国谈好的标杆是什么？他一定是要 G7 成员国里面的人在跟特朗普能够跟川普有一个同意的合约，那么这件事才算了。如果 G7 里面的人没有人要去跟特朗普建立新的关税协议，那么他的关税协议肯定达不成，这是必然的一个事情，达不成。因为为什么叫 G7 呢？G7、G20 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的工业组织，世界7大工业组织跟世界前20大工业组织，20大跟7大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光一个7大就把你20大打了一个胡说八道了。所以说，你特朗普真的要去做的话，那 G7 里面除了美国自己以外，其他6个最大工业国至少有1个要去同意。那么有一个同意之后，他才能够有样板。但这问题是，其他这些列强不愿意同意你的方法，凭什么你要课着高关税？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那你现在叫我施恩，要我跟你投降，那我以后怎么选呢？大家都说要选举的事情，我回去怎么选呢？啊，中国不用选，但是中国不能倒，中国一倒呢，所有亚洲都倒，后面倒一片都是他小弟。那美国就一定赢了，中国就一定输。那当然，人家为什么要输呢？因为中国现在有赢的本事，他为什么要输呢？因为世界的工业基本上都在中国手上，他为什么要投降呢？没有理由要投降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再转回来，他们就得反求诸己，就必须要去施加在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他们要去置换这些美债，或者他们强制收购这些美债，那就得去谈。你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得释放利益，释放利益的话，他就得做出更多的让步或者补贴才能去做，所以最后他的百日维新是一定失败的。我们在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我们就跟各位讲，百日维新这个东西，背锅的人一定是谁？各位，替特朗普百日维新背锅的人一定是谁？一定是马斯克。当时我讲这句话，
我有没有讲过？各位还记得？我都跟各位讲过，背锅侠一定是马斯克，最后他是不是背锅了？他背锅了，对不对？百日维新里面，大家都觉得是说每个人受伤，这受伤最惨的其实是马斯克，他自己的身家把他蒸发了1500亿美元，他去美国省下了1000亿美元，然后自己损失1500亿美元，那干嘛了？我钱直接给你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还要叫我去帮你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你想要去维新，想要去破旧立新的，你必然去挑战现在所有官僚体系、所有的产业结构。而重病哦，我们只能重病我们只能缓治，我们绝对不能够下猛药。一直去讲学阿根廷这种是休克疗法，那是因为人家国家体量小，百姓本来他妈就穷，本身也没有什么产值，他就只有农场而已。那这种国家你去搞这些事情，你可能还有点话讲。但是你要像美国这么大的体量的，你绝对不能够猛药去治疗，那是不行的一个事情。好，盘根错节，它种种问题实在太多了。就像大清朝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跟马斯克是一模一样的，都要做一些把大家全部开除掉，然后呢，我们要做新的东西，然后我们要照新的一个模式去做，然后就完蛋了。甚至那些百日维新的戊戌六君子还想把新疆卖掉，还想把这个中国各大省份都卖掉，然后去来开那个什么火车啊，什么新式学堂，这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吗？是没有，反而是去打倒百日维新的慈禧，他才是真的是当时是维持中国的一些主权的命脉在他手上。但是他有没有做错？他还是有做错，挪用公款的事情，这也跑不掉。对不对？那挪用公款的事情，那现在政府还少嘛？这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挪用公款。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现在是根本就是在台高筑到你已经无法承受，你必须不断让步，不断的切香肠，不断的去让利，让到最后他必须把自己的势力退回到地区的强国。美国永远不会垮台，然后至少我们所有各位在看老师直播的人，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不到美国垮台，因为推背图里面我没看到美国垮台，但是它变成地区性的强国。为什么？因为东方这个中国的聚拢实在太耀眼了。太耀眼了，耀眼到是说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挑战中国，就这个原因我们一直都有讲过这些事情。所以现在美国现在整个状况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一直往下去走，因为特朗普的事情啊，他会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乱。百日维新之后，那就变成百废待举。百废待举的状况之下，前提就是你必须放弃你的关税策略，而且反过头来大开门啊，这让大家都赶快的是低关税的状况之下，5%关税、3%关税，然后再小额的包括免费之类的，不断的去刺激这个经济的流淌。让美国的这些钱给花了出去，那他们的国家才能维持下去。各位，现在美国的保家卫国的方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让制造更大的逆差。美国只有造更大的逆差，它美国的霸权才能维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要赚美元的时候，它就不会让美国毁灭，懂了吗？我把东西都卖到美国了啊，美国人很便宜的价格可以买到我们很多的商品，那我们生意是不是非常畅旺？那很畅旺状况之下，美国百姓富足了。因为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东西不涨价了啊，然后我可以用低价买到我所要的东西，那我的美元是不是都付出去了？美元付出去给谁？给中国、给越南、给泰国、给新加坡、给马来西亚、给缅甸、给印尼、给台湾、给日本、给香港。那其实大家都手上都有美元了，我会希望你美国倒掉吗？对不对？你就变成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我不希望你垮掉。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美元。对，当你赚钱赚的，比如说我银行里面，今年我大赚特赚，我赚了到1000万美元在我银行里面，你会因为是说我看不起美国人，说我讨厌美国，我讨厌央格鲁系列，我希望美国立刻就亡国，然后我银行里面的那个上千万美元都变成废纸嘛？没有人这么想嘛，对不对？抢到钱的事情都是亲父母也没得什么好谈的，讲到钱的事情就是怎样，都是夫妻都可以反目，父子都可以成仇的，你有钱嘛？对不对？所以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大家都把东西卖到美国，美国就活下来了。他在台就一定可以不断的高筑，直到有一天大家撑不住再说，那时候再说。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造成大量的逆差，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美元了我们都其他货币了，那美国必垮。而这个历史线基本上会往这条路去迈进。所以美国为什么会变成地区的强国？就是大家不是一定要美元，我可以用其他的货币来去取代。那就变成一个平准化的一个贸易体系。当世界有个平准化贸易体系的时候，第一个要件就是 AI 一定非常强，因为 AI 去做决策跟做贸易的时候，那我们减少人为的干预，那么黑箱作业就变得少。那当然，你贸易会变得更畅旺。那第二个事情就是什么呢？第二个事情是货币的平准化。那世界各地至少会有10种不同的货币，要变成国际货币，然后变得不是只有单一货币了，而是国际性都有10种货币，比如说欧元、美元、人民币、港币英镑。或是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货币，来去让大家可以去平准化的去贸易。
那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事情可以让世界经济恢复稳定，那能够击倒人类这边只有天灾，对不对？所以我再说一次，我7月要去出游，跟龙数量的那个预言7月5日没有关系，好吧？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吧？我是要去旅行的。我再讲一次，我不是假借旅行名义出去的，好吧？我是真的要出去旅行，然后只是刚好在暑假，因为我小孩上学嘛，好吧？不要说我在强词夺理啊，没有，我是真的哈。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是很重要，是什么事情呢？当然就是说，从美国以外，我们回到亚洲去看，亚洲有人就跟老师一直说，老师现在那个中国旁边界的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现在进入了热兵器的对战，那这个会不会在后院放火？各位你要去注意到一件事情，中国跟巴基斯坦产生的这些兵器的交锋啊，那是不是在美国去访问印度之后出现的事情？懂老师的意思吗？懂老师意思了吗？为什么美国的某某人，不知道万斯吧，跑去了那个印度访问之后，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热兵器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 USID 被裁掉了，很多事情可以代理人去干的事情，就变成你必须美国人自己的高级主管去做这些事情。这事情不是只有老师看得透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在意念这些事情，就是你时间点未免太巧了。所以印度现在跟巴基斯坦做这些事情啊，其实就只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场面话。为什么？因为印度需要美国。印度是需要美国的，好，各位，印度不是说他可以跟其他人分庭抗礼，印度的精神很强大，但是他们的现实的饭碗那是很现实的，所以他必须要透过美国的帮忙，他才能够做好他的出口贸易。很简单的这些事情，印度的制药产业为什么这么强？因为你有英美公司在那边制造药厂，他们才能够仿制他们的仿制药嘛，对不对？你没有英美的帮忙，你当然不可能有那么顺利的医药产业的研发。他为什么要让医药产业在印度研发那么好呢？因为对于这些来讲，你仿制药你在印度里面卖有没事，但是呢，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你们印度做出来的药如果好，那么我们就请你代工，那我的是不是我制药成本也变低了？啊，这是一种利益结构。我知道你在仿制，但是呢，你要给我很便宜的药的成品代工，那当然也是有好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 Windows 现在很便宜哦，基本上你买电脑的时候都要去买一个 Windows 的一个授权序号，对不对？大家都用视窗软体，但是你要知道，在20年前，你要用正版的 Windows 的人不多，因为当时也贵哦，从6000到1万多块不等的授权。那现在便宜了，几百块到1-2000块就可以买到一个 Windows 的授权。那为什么呢？它现在可以卖这个没问题的，因为盗版多。那盗版多，大家都有习惯，你不可能现在用其他系统的，对不对？哪怕现在中国有鸿蒙系统，但是你现在很多的电脑你还是必须要 Windows 啊，你不会用鸿蒙的啊。所以说盗版有时候是必须是一个必须容忍之恶。那印度的全民要也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印度现在必须做一些投名状，让美国知道我还站在你这边，所以他就必须引起这个战争。但是印度他没有办法这个实力掀起更大的战争，更别提他想跟中国开战，那个基本上微乎其微的事情，各位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另外，巴基斯坦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利益可以给印度尝到什么好处，他们两个是真的是打闹闹可以，但是彼此把对方去打了一场硬仗之后，他们谁也得不到好处，因为巴基斯坦这么穷。对不对？他就是穷，那穷的国家你就算打赢了，你有什么好处？你又不能占领印度的领土，占领了你只是占领另外一个穷人的家，那么有屁用？对不对？没有什么好处啊。那印度占领了巴基斯坦什么用？没有用啊，你还是没打回去啊，因为中国不同意啊，对不对？中国也不同意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只会形塑一个地区性的热闹，但是实际上一点火花都掀不起。而且俄罗斯也在巴基斯坦的后面，你怎么跟他干？你干不赢的。是不是他路上都可以捡到一些火箭弹的状况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打都打不赢，好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在这个地方。最后我们讲一下乌俄之战哦，既然有了题目，我们先讲哦，有些人来不及讲，我们就先跳过。好，在乌俄之战这个事情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俄罗斯他现在势如破竹，他所有要谈的事情啊都是场面话。乌克兰也需要谈，但他也是场面话。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表态，美国只说我现在要减少给你的一个资源，但是乌克兰也很紧张。你现在给我的东西是要我的命给你换你现在的武器，等于说我现在跟你谈所有的矿产协议，那叫饮鸩止渴。我答应你之后，我这辈子回不了乌克兰。我告诉你，泽伦斯基他只要答应之后，他全球都会被乌克兰人一辈子追杀，他子子孙孙都不会好过。为什么？因为你卖国啊，你等于是卖国，你要怎么样能够让乌克兰自己人同意呢？而且难道乌克兰里面的矿产只有美国要吗？欧洲不会要吗？那你把它卖给美国之后，欧洲凭什么庇护你啊？可懂老师意思吗？乌克兰的确下面有很多稀土矿，还有很多的一些矿产的一些优势，但是你跟美国签了啊，好像是说我获得美国的保护，但是美国从来不会光明正大保护你啊，他就说我可以继续给你资源，他也不是说美军会参战，也没有啊，对不对？现在是美军也不会参战，
他只会继续给你武器支援，但是你已经没有士兵去操作这些武器了，怎么办呢？虽然你后面你既然把这个矿产都已经给了美国，那请问欧洲是假赛哦？他是怎样？他是就是给你义务帮你的，就是民主明智冥想的所有的民主共和国，我们用民主自由的空气来帮你哦，我不用得到好处了。所以现在泽连斯基他为什么不能签？不是他不想签，那是他一签他就得罪了欧洲，他不签得罪了美国，签不签卖给谁他都完蛋。现在的结果是很明白这样。而现在我们之前讲的哈尔科夫哦，哈尔科夫那个地方，你说俄罗斯有没有办法打下来？那基本上已经打下80%了，那剩下的20%基本上也不会太难打下来啊，也不会太拿下来。包括南部的敖德萨这个港口就比较困难了。敖德萨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乌克兰所需要，而是说这个地方啊，你交易控制住了，乌克兰等于变内陆国家。那么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者其他的列强来讲，他们也不乐见这个俄罗斯大获全胜的这么赢。那除非是俄罗斯真的是卯足全力了，不然你把敖德萨打下来，会得罪的其实不是只有乌克兰，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因为这个出海口大家本来可以共用的，而这个出海口如果被俄罗斯所占领了，那俄罗斯它对于那个海域的控制实力又变更强了，那你是威胁到其他欧洲的伙伴，所以说敖德萨这个东西啊，它能够拿下来，那后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哈尔科夫跟敖德萨只要拿下来，其实基本上这个战争打不打下去都无所谓。但是问题是敖德萨不能被打下来啊，对不对？哈尔科夫可能就还可以，敖德萨不能打下来，一打下来，这个俄罗斯的海军在那边建立起了基地，我告诉你，那整个欧洲的地方都要每天睡觉都不敢闭眼了，张着一只眼睛睡觉，因为他的海军实力如果投放在那个地方不得了，这不得了。所以说敖德萨这个事情啊就变成一个关键，但是会不会打下来，这是用谈判的，但是真的是很复杂了。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说俄罗斯现在打到哪里算哪里。很多人说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士兵了，他现在已经在征兵40万人，他要的就是前线的稳固。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下一个月，俄罗斯在训练完这些所谓新兵之后，他们会逐渐的往乌克兰的边境去靠近。边境是指乌俄边境啊，不是指到这前线战地。前线战地还是必须要老兵配合中级菜鸟去做推进。打下来，慢慢的往前冲，打下来了之后，后面才会派这些新生代去驻守前线，把它建立起了防线。所以现在征兵不是为了让新兵去前线送死，会让新兵去前线送死是乌克兰，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老兵，没有老兵就必须让新兵去前线送死。而乌克兰的现在的战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抵抗力了，那么俄罗斯只需要用无人机、导弹，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战士，慢慢的不断的小步的推进。后面再让年轻人来去自锁防线，建立起当地的那个行政体系，还有他们的防御体系。那这样对俄罗斯来讲，它的 loading 它的那个负担是最小的，那他们的土地可以守得最稳。因为到最后谁要让乌克兰去取回他们的失土，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俄罗斯打哪里就是哪里，除非那个地方是大森林，他哪里没用，他就退回城市，不然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好吧？好，那后面我们包含美欧博弈的事情哦，我们在周间再讲，好吧？我们现在周间都会有更新啊，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来，心理学家得了幸福能用同一年自愈一生，不幸人一生自愈同年，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好吗？季线中间没有什么人的温度，这是这样的哈。来，感谢树啊，感谢树的赞助，好，感谢赞助，好，感谢曲老师赞助，感谢曲老师赞助，大家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各位，顺便按一下赞，好不好？给老师赞的是给老师的鼓励哦，这麻烦各位哈，在看直播300多位的好朋友，400多位的好朋友啊，请各位按赞，好吗？刚才是不多，把握当下，真是把握当下。其实武统现在不用担心了，武统是一个福报了。我虽然这样讲不好听了，我也没有什么挑战我们伟大的党，但是说实在，台湾现在目前状况，武统是我们负担最小的状况。然后你不武统，我告诉你，我们拖后面大家都很难过了，穷都把你穷死了，好不好？各位来知道那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他妈穷都穷死了，你干嘛还需要亲临去打嘛？他妈自己穷都穷死了。太平天国知道吧？啊，那个不知道就自己看近代史好吗？可以买瑞士法郎，这个不要问我哈，那个我不是投资老师，我是算命的，圣米埃，好不好？我是做法的，我是做法的，好吗？明末百姓最倒霉哈，起死明是的忠臣大顺民，后成清朝统治，好，这也是的。好来啊，别的普丁他说打就打，当然了，普丁当然说打就打，完全没有什么疑惑。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了，那还是讲一下，我们下一周我们会公布我们的2025年的补财库法会。那我们的6月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让各位可以跟老师去预约我们看元成功，但是请务必按照老师的规定来进行，你不能够老师
面对面的，或是不能够视讯的哦，那就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好不好？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规则哦。然后当然价格也会出来啊，价格也不会太亲民啦，因为我不是很希望各位去用这个服务，但是只是开放一个空间给各位去处理，好吗？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下周我们会更新的更努力，因为这周老师实在太累了哦，真的太累了。我们下周见。